快说，这张藏在哪里？我身边的人偷了我的东西，出卖我。孔雀屏是假的。宝瑞香的传家之宝竟然是假的？ Yes， 谜底解开了，偷窃孔雀屏的人就是蜗牛。叶子，哇，谢谢师傅。不要把感情放在一个男人身上，因为这世界上可能还有更好的男人在等着你。 翻开生命的篇章，数托家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 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每个字，思念走远过的谎。 想法。我们快到了。我们听到消息就连夜飞车过来了，完全没听到。他怎么会失踪的？不知道啊，昨天好好的一起喝茶聊天，然后各自回房。到了傍晚，想找他出来吃饭，发现人不见了，手机也没拿，找了一整晚找不到他。他不可能没有交代就离开。他会不会迷路了？我现在担心他跑去后面的树林了，可能迷路了，还是什么受伤了出不来。好，我们赶快去树林，然后分头找。上车，上车。 哎，他在那边。你整晚去了哪里啊？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你没事吧？啊？我没事，于洋，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这里啦？担心你啊！我们知道你失踪了，就马上飞车过来了。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我昨天觉得无聊，就到处走走，走着走着就走进了树林，然后天黑了找不到出路，我又没带手机，还不小心摔倒了。 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来，起来。小心。哎，小心小心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啊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是啊，我在饭店附近走走，走到这里就迷路了。这里回饭店还有好一段路，而且到了晚上常常有野猪出没。你要不要先到我宿舍休息？就在那边，还挺靠近的。你的宿舍啊？啊，我跟我女朋友还有其他同事一起住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啊。
那好啊，谢谢。好啊，走吧，小心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太郎。谢谢你，小薇。不客气。哎，你的衣服穿了一个洞，不如换一件衣服吧。你可以穿我的 T 恤。没关系，只是扯破了一点，不用紧的。我这几件衬衫从来没穿过的，给你披上吧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件衣服是别人给的，我留着，本来是想等他长胖了可以穿。那我长成那么胖，你还要我吗？吃多点，别说那么多废话。你也吃。谢谢你。有机会真的好好谢谢那位叫什么太郎的年轻人。于洋，嗯，你也累了，你先回房间休息一下吧。我看啊，比较需要休息的人是社长老大吧？你知道吗？为了找你啊，他一晚都没有睡啊。对不起，师傅，让你担心了。那我先进去休息啊。社长，你也去休息吧。我跟俊彦回到附近走走。大香啊，你觉得蛋炒饭今天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？他对黄鱼的那种紧张，已经远远超越师傅对徒弟的关心了。刚才我们两个都没有去抱他，蛋炒饭居然比我们更紧张哎！喂 ，Handsome， 可不可以给一点反应啊？对手都杀过来了，还在这里扮酷，我们再不行动啊，生米就煮成熟饭，熟饭就煮成蛋炒饭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黄玉，你来的正好，我问你啊，你跟社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其实我也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也觉得师傅最近怪怪的。他是不是对你特别紧张、特别关心啊？他昨天帮我拿掉我头发上的叶子，还轻轻摸了我的头发，然后用一种很温柔的眼神看着我。那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都说了，蛋炒饭肯定有问题。还有，他叫我陪他一起喝茶，还说了一番暧昧的话。什么话？他提到我们第一次在警队见面的情景，还说我们两个很有缘分，一直在一起工作，还问起我感情的事，叫我想清楚，免得自己受伤。难道他以为我会伤害你？其实他暗示过，叫我不要选你，也叫我不要选你。死本啊呢！竟然在我们背后打毒针，他根本就是在滥用他当社长的权利嘛！说什么带你来这里查案，根本就是跟你告白。我就是在烦师傅的事，才会到处走走嘛。与其在这里胡乱猜测，不如现在就去问个清楚。海峰，师傅可能在休息，我们等回新加坡再问嘛，要不然很尴尬哎。不要担心，如果回去新加坡问啊，让欧巴桑知道更尴尬。哎，就在那里。社长，什么事啊？我们有事情要问你。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对于洋有了超越师徒的感情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大，你是男人啊，敢做就敢当。你跟我们说，你对他是不是有私心啊？你想知道什么？你们想知道什么？难道被我们猜中了？是不是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师傅，我一直把你当前辈看待，因为我非常尊重的前辈，所以你这么做，我是有点失望。如果我继续留在 CCI， 我会觉得对不起师母。我自觉，谢谢师傅。于洋，于洋，哎，不是，老大，你想干什么啊？你想亲人之福啊？我对他根本没有非分之想。
对，我跟他之间不止师徒关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刚才我看到你爸爸的样子，很明显你是对他有好感的，鬼都看得出来啊。她是我女儿。我就是你妈妈的旧情人。我那个时候16岁，我不知道你妈已经怀孕了。然后有一次她跌倒流血，我送她去医院，你外婆狠狠骂了一顿，我才知道你妈有了你。你们就这样被逼分开了？为了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很内疚。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对不起，妈不是有一样瞒着你的。那为什么那天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就不直接告诉我，他是你的初恋情人，是我爸爸？因为当时我很乱，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我不晓得该怎么对你说。再说，庆州已经有家室了，我不想因为过去的事情影响到大家现在的生活。是我叫你师父不要告诉你的。难怪你一直说我们很有缘，原来你是我爸爸。你不会怪我？妈都不怪你，我干嘛要怪你啊？不过我很气你，让我误以为你喜欢我，让我白担心一场。那师母呢？你要怎么向她解释？身为女人，我想我了解她的感受。其实有些事情，她不知道的话，也许更开心一点。我也不想让师母知道我们两个人的事，而且我很习惯叫你师父，就一直叫你师父 ，OK？ 就只不过是一个称呼，开心就好。茶咖啡。咖啡 ，Morning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们两个，我在这里慎重声明，他是我的师傅，永远都是什么都没有变。OK？ 他在说什么？为什么都听不懂的？他有说话吗？看来你们两个的默契也好了，以后一定能够合作无间了。老大，我和大西洋向来都合作无间啊，现在少了情敌，我们的默契更厉害了，对吧 ，brother？ 只希望以后你们不要随便给疑犯定罪，冤枉好人就好了。OK？ 说你呀、自作多情。说你啊，说你们啊。说他了。好了好了，开会了。
我把山猪唱戏的片段上载到各社交网站，并留言说他40多年前抢劫过金庄，现在已经改过自新。视频上载几天后，果然有了反应。最怕的海浪是海家己，体力娇娇啊，可惜去。山猪说，视频上载后停下来听他唱歌仔戏的人比较多了，这件事让他很开心。昨天下午，有一个人丢了一个厚厚的信封给他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么大方？这么大笔钱，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善心人士。我看了，应该是当年的蜗牛，他现在发达了，就送钱给山猪了。如果真的是蜗牛，他这么公然的给钱，不怕引人注意吗？相隔40年，他应该没有想到还有人在查他吧？后来那个人上了一辆豪华车，还好，山猪记得车牌号码。只要找出车主，我们可以从那里着手调查。OK， 尽快找到车主的资料。这辆车的车主是郭敬凯，是郭氏运输公司的董事经理，也是公司创办人郭正山的独生子。你的车头灯一直在闪啊，可能有状况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才都好好的。可能电脑系统有问题，我帮你看看吧。你行吗？我试看看。车很漂亮，high class，能驾这种豪华的车，厉害。我只是一个司机啦，有那么本事就好了。有机会驾这种豪华的车，也过瘾了。你老板一定很有钱吧？哦，他是做生意的。OK， 搞定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幸亏遇到你啊，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用客气。行啊你。哎，你老板几岁啊？那个司机说啊，郭正山几年前中风后就很少出面，现在公司的业务都是由他的独子郭敬凯来打理。那个司机跟了郭家几年？有10年了。他之前是郭正山的司机，现在是为郭敬凯服务。你们知不知道？司机对郭正山是赞不绝口，说他菩萨心肠，常常做善事。除了捐钱给慈善机构之外，私下还到处送钱给穷人。最近的一次呢，他还叫这个司机送钱给一个街头卖的人。还有谁呢？所以敢肯定啊，郭正山就是蜗牛。我查过了，郭正山是本地白手起家的商人，在25年前成立郭氏运输。他为人十分低调，他从不接受媒体访问，所以网上找不到他任何的照片，也不知道他之前的背景。这么神秘呢？我想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查出郭正山的庐山真面目。有了。我记得那个司机说过，下个星期郭正山会在他的家举办他的75大寿。我们可以让山猪混进去，因为他肯定认得出郭正山是不是蜗牛。让我们直接对峙，看蜗牛有什么话说。山猪的个性很冲动，让他们直接对峙，我不觉得是一件好事。我看还是先确定郭正山的身份再说。把山猪带进去是有困难的，反而是我们几个比较容易混进去。先拍下郭正山的照片，再给山猪看，一样可以达到目的。但是我们要怎么混进去？我相信有些人在家里设宴，一定会请私人厨师团准备食物。
我们可以以出访员工的身份来混进去。Good idea。OK， 我有些事情，我先出去一下。白师傅，喂，要不要打赌？我说郭真山就是蜗牛。你们不说话，就是同意我的说法了。你赢了又怎样？我们要的是证据。我们就是要去找证据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先斩后奏，带山猪去找郭正上对质，真相大白。哼，圣长老大就什么不能说，只可以称赞我们厉害。想都别想，我不会背叛师傅的。玉阳，最近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去练柔道了，要不要一起去？现在？哎，王宇，如果你不想去，就不要勉强啊。反正外面的天气这么热，不如我们去溜冰，还是去看电影也不错。你非要凑热闹不可。公平竞争嘛。我跟你去。好，走吧。OK， 开始了。等一下。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什么挑战3回之内，我会打败你。3回怎么可能啊？如果我能呢？如果你能，那你要我做什么都 OK。不要耍赖。开始吧。OK， 我认输。要做什么？黄玉阳，嫁给我。对不起，不能嫁给你。你是说郭氏运输公司的老板郭正山？我们怀疑他是当年的蜗牛，但是还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刚才你说郭正山有个儿子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郭靖凯。就是他。小心点啊！来，
珊珊，大伯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爷爷生日快乐！郭先生，生日快乐！我给你合照好不好？好。1、2、3，身体健康啊！谢谢。是他吗？是他，臭蜗牛，真的是他！你确定？那个混蛋啊，当年害了老大和我，害我苦了一辈子啊！他现在住大房子，吃好的穿好的，他的样子只是老了一点。他现在在哪里？马上带我去！不好意思啊，主厨想要知道郭老先生的口味，可不可以请您到厨房去呢？嗯，好。爸爸，我过去一下。请。郭老先生，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有人想私底下跟你谈谈，我们到前面去吧。冷静，冷静点！真的是你呀，臭蜗牛！你给我一个解释，孔雀屏是不是被你独吞了？我要来！你们是谁？没事，没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你们进屋里去吧，不要惊动其他人。我们只是叙叙旧。山猪。好久不见！给我少说！我问你呀，孔雀屏是不是你偷走的？我怎么冷静呢？我把他当作是兄弟，他却把我当作傻瓜来耍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！瞒着你是我不对，而骗你去医院，只是想摆脱老大。你利用我爸他就不应该的。我坐牢出来什么都没有啊，而你呢，才是个大富翁啊！要不是你骗我，我都不会被警察抓，我都不用去坐牢啊！如果当年我们没有被抓，结局就和老大一样，被警察开枪打死。郭老先生，当年的孔雀屏真的是被你调包了。我们打抢了金庄之后，老大把赃物交给我和山猪，要我们在屋里避风头，哪里都不可以去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，趁老大和山猪都走开，偷偷把孔雀屏换掉。我为了摆脱老大，就利用当时搞得人心惶惶的缩阳症，假装自己也得了这种病，说服山猪和我一起到医院求医。我暗地里叫我老婆到医院跟我碰面，然后呢，偷偷把孔雀屏交给她。站住！我们是警察，有人指认你们是金庄抢劫案的通缉犯，请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郭老先生，你为什么会有一模一样的孔雀屏？当年，宝瑞祥金庄老板的小儿子宝乐明，他是和我的儿子靖凯是小学同学的。有一天，宝乐明就向靖凯炫耀，说他家里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，还把孔雀屏的照片给了靖凯。靖凯告诉我这件事情，
我一时起了贪念，刚好又找到一位曾经见过孔雀屏的师傅，他帮我仿造了一个假的。所以你告诉大勇，说保家有一块家传之宝，还怂恿他去抢劫。哦，原来当年你说的那个内鬼就是你自己呀！你是怎么把孔雀屏脱手的？坐牢的时候，孔雀屏由我老婆收着。出狱之后，我们一家人都去了香港，把孔雀屏卖给一位收藏家，用那笔钱到马来西亚去做生意。可是我怕身份被揭穿，所以就换了名字。哼，难怪我出狱之后啊，一直找不到你。原来你在国外享受人生啊！如果当年不是日子难过，我也不想走这一步了。保家因为这件事情，家庭破裂，互相猜疑。宝剑帮还因为这件事情含冤而死。霍老先生真的，这一切你没有办法弥补的。原来我们怪来怪去都怪错人了。你害保家失去了家传之宝，你对得起保家的祖先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当年无意的一句话，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灾害，还让爸爸含冤而终。我对不起爸爸，对不起大家。一只蜗牛把我们害这么惨，我们不能这样就算了。孔雀屏在我这里。谢谢。郭老先生一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亏欠，所以他把它买下来，物归原主。这是郭老先生能够做的补偿，希望你们能够原谅他。谢天谢地，孔雀屏终于回到我们保家了。那只蜗牛啊，还算它有点人性。孔雀屏现在的价值，比起42年前多出了好几十倍。郭老先生这么做也算是很有诚意了。我会把孔雀屏收在保家的保险箱，希望保家以后不要再互相猜忌。谢谢你们，帮我们解开了42年的谜团，还让孔雀屏回到保家。你们的办事能力真的令我们敬佩，谢谢你们。不要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吧。困扰保家42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。他们失而复得的不是那块家传之宝，而是珍贵的家庭凝聚力。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可贵的？我已经跟张通过电话了，他说会帮你安排好一切。好啊，我看我只需要去2、3天，去看看环境，然后回来呢再编排这演出的内容。好，等一下我就帮你安排机票。好啊，谢谢。俊，要出国啊？哦，是啊，怡宝一家度假村呢邀请我们去做短期表演，再过2天我们去那里看看环境。你一个人去？2、3天而已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刚完成一个 case， 本来想找你去逛街、喝下午茶的，没关系。那你有空吗？如果有空的话，跟我一起去吧。反正我一个人去也是挺孤单的。好啊，反正我们很久没一起出国了。哎呀，帮我多订张票。好，谢谢。这里风景宜人，空气清新，好舒服啊！你这么喜欢这里，那下次就跟男朋友一起来吧。男朋友有了再说吧，这次是专程陪妈妈来的。
我们待会为客人准备的迎宾节目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这里环境这么美，他们能够在这里跳舞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以后有你的舞团来这里表演，一定更精彩。吃吧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我不要。舅妈并没有发作。来，看来不用下次了，你这次就可以在这里跟你男朋友度假了。他才不是我男朋友啊，妈！可是我看得出你们两个很合拍啊。才不会，他这个人最无聊了。不会啊，我看他把你逗得很开心。我是跟你在一起才会这么开心的，好不好？别骗我啦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，他专程为你而来的，你心里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这个人吊儿郎当的，我从来不把他当真。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对你的好感。你之前说心里很乱，就是为了他吧？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我的意见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喜不喜欢他。他这个人说话一点都不正经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认真，什么时候是开玩笑。一开始我们合不来的，所以当我对他有一点点感觉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肯定是错觉。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出来的。跟着感觉走吧，我的女儿这么冰雪聪明，你一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妈衷心祝福你，希望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可以跟你谈心事，
才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。到底想干什么？喂！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我会好好的守护着，做全世界最好的男朋友。翻开生命的篇章，许多家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。